Hello，大家好，今天请到一个朋友过来做客，原因是我之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直播，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基础的保险，还有做按摩、针灸、物理治疗这些常见的补充医疗的这种体质。好多人就问说，我那个直播时候介绍过嘛，这些非公立医疗系统的医疗手段，比如中医、RMT，还有 chiropractor 这些物理治疗，很多它是需要有这种商业补充险的。在问我商业补充险的问题，邵他是在我这个诊所已经治了好几年了，他跟他太太、孩子一直在我这儿治疗。我是知道他们等于是一个新移民，以前在国内是银行家，在做银行搞金融，来了这儿之后，他其实是相妻教子，所以他对保险很多东西很熟悉，就知道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需要满足他自己家庭医疗需求的这种保险，所以才能说，用比较合理的代价就能得到他身体需要、家庭需要的这种健康的服务。所以今天就专门请这个肖恩来介绍一下这些。我觉得，首先对于新移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能保证自己心目中想象的，甚至说梦想的标准和国内一样的，甚至更高的水平。包括里边比较重要的就是日常的医疗保健相关的这些在国内享受到的服务。举例子，像按摩和整骨，我在国内我们试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到这边之后，我们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发现这边的费用的确是不低，但我觉得从咱们平常享受段医生给咱们的治疗的价格标准来讲，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走高端医疗的价格，因为的确输出的是专业的治疗手段，也给大家很多中医相关的这些理念，我心里边是非常受一个感谢的。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买了保险，当时买的应该是人寿保险，但是确实是，没有认真研究过。虽然一直有买，但是也踩了不少坑。明白。像我们刚做新移民，刚来19年的时候，就踩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这个坑我到现在我都没琢磨明白过来。因为在国内一直有买保险，所以我也是第一时间赶紧找本地的保险的经纪，我们要买这个保险。我当时因为我学医，我也了解保险，我就问说，我太太现在怀孕的状态，能不能买这个人寿保险？然后他就拍着胸脯就跟我说，没问题，给他填表登记，他就正常申请，我很顺利下来了，交费开始正式买了。对，年龄也合适，职业也合适，所有的健康都正常。对，新移民他也不看你的收入，对，你就报一下以前国内的收入就可以了。那结果我太太就等2个月还不买，后来孩子出生都2、3个月了，我就老催，我说是这保险怎么还没信息？他是怎么答复？就是他跟我说不好意思啊，你太太人寿保险被拒了，我就是很震惊，我说为什么很健康的这怎么拒？结果我们就过了1年多，小孩快到1岁的时候，我又申请了一次，我还换了一家公司，结果刚填完表，人家说，哎，你不行，你这个在这家公司已经被拒保过了，所以我们是不会给你提交的，提交也肯定通过不了，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了。这可能对于后面我好多规划都打乱了。商业补充险是他单位给到的，要是我自己买也买不了，就是这个让我很困惑。根据不同的集团或者公司，它提供的待遇不一样，所以说在它 limitation 之内付费是人家帮你负担的一部分费用的，比如50%，或者说甚至更多，有的可能年金它会付的全部，至上的部分是需要你自己交费的，一样走到那些后边申请的流程，可能一样会出问题。这个状态在保险公司叫门槛的范围之内，它是不在承保的范围之内可以承保的。什么意思？就是保险的条款里边会有一个 exclusion， 就是排外政策。比如说像咱们大家知道的自杀，像战争，像一些自然灾害，甚至说自己主动伤害自己，滥用毒品药物，在最后一条包含了比较重要，大家比较忽视的。在正常的怀孕状态下和在怀孕过程中，我交通运输，我去，比如我拉我的爱人，她怀孕状态，这个过程中都不在承保的范围之内，不能承保。甚至说你的 underwriting， 就是你说的这个体检，在2种情况会有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情况，前提是大家都会彼此信任，客户也会把自己所有的病史，包括家族的病史，公布给到保险公司，甚至比如说新移民，我把国内我是不是我母亲有癌症，我是不是之前做过心脏检查，都给到保险公司。其实保险公司它会根据你做的所有的
诚恳的级别跟所有的信息公式的这个范围，去给到你一个后边 underwriting 的一个 level 的分数。如果他们认为这笔单子你可能在隐瞒事实，对，叫 intention 去做这些，那就相当于骗保了。对，但我相信大多数客户他的确是不懂的，可能是无意的。比如说简单例子 ，smoker status 是不是抽烟这个状态，在这边的保险很重要。一旦你有这个 smoker， 你的保费会很高，有这个记录。但是好多人他会，比如说我在朋友开 party 的时候，我就吸一口，这个 happy 一下，但是别人看到了。如果说你这种不去做公示，一旦以后出现任何跟这个 smoking 相关的问题，他都拒保，体现了一个这边保险的比较诚信的一种状态。包括您说的，为什么在一家拒保了，他会其他家申请也会拒保？因为它可能跟国内保险不同的是，后边有2个体系，一个叫 MIB， 叫医疗相关的这些承保、续保，在保险公司范围之内这个 bureau 查询，就像咱们 credit bureau 一样，他们后边有一个大的系统，就像你在这家申请了，你到其他家申请，他们在 underwriting 最后给你发保单之前会查询这个记录的，你之前有什么原因拒保，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 limitation 或者什么政策，它都会有相应的记录的。所以说就减少了骗保和这种重复叫 over coverage， 一家你保50万，另一家保50万这种问题的出现。整体来说，一句话，这边的保险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说回来，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是说你想要卖什么产品，根据他真实的各种保险不同的需求，结合整个北美地区比较好的保险的服务去给你提供长期的，甚至说是整个一辈子伴随你的不同 lifetime period 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服务。我很喜欢这个理念，虽然说在国内10几年的银行，各个不同岗位都做过，理财经理，然后甚至省分行的零售部的老总，我管20多个支行，60亿的储蓄资产。后来我觉得保险是一个比较好的服务手段，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知识，如果你真的站在你客户的角度，去结合你提供好的方案，帮他去做家庭的保护。像我跟专业相关，我这个行业有保险的支持。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在一些高端的诊所、中医西医的诊所，就发现很多病人他其实是有这种医疗补充险的支持的。最后问好多是公司福利，但是确实也有自己花钱买这个保险的。我当时就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在国内那个诊所收费比在加拿大这边收费还高，但是确实是有人他有这个保险能够 cover 掉，等于是他们去做这种健康的需求就得到充分的满足了。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他有保险之后，他更多的真的是自己有这个需求，能够更清楚自己的需求，是的，而不是说我怎么去，只是说怎么把保险利用上。我们其实说实话，从我的经历找到您这种级别的专业治疗，也花了很漫长的1年左右时间。我们去 Burnaby 有那种拨筋还出血，也是放松的那种，有那种韩国人开的指式按摩。但是到您这之后，我是感觉起码您会系统的对我整个骨科做一个诊疗之后，再给出相应的方案，而且方案是长期持续的，针对你哪一块肌肉。你了解我所有的病史和我平常的生活的状态，比如健不健身，是不是坐，是不是经常久坐或者是走这种状态去做调整的方案。这种我觉得应该不是叫一般的机构都能做得到的。这结合您在国内的也是中医世家那么多经验，说实话，到您帮过手的都是什么级别的？他们不是说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经验和相应的消费的水平是衡量这个服务的标准。确实是这样，它其实定价更多根据你选择的工作方式。其实我过来，我也不是说那么着急赚钱。对，其实我如果想赚钱，有更多的方式，比如我可以多弄几个房间，然后我扎上针。那我按国内的经验，我可以放10张床，我都游刃有余的，我还不用动脑子，像什么连锁的那种都一样有效果。那我就算收费比这个低很多，我同时单位时间我挣的一样更多的。但第一就是我不想那么累，第二个我觉得这样对患者也不尊重，是对患者来说他其实收益是有限的，对，得不到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对，对于身体肯定也不是。那我觉得都来加拿大了，那我还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对，过我想过的生活，是这样。这个就涉及到好多人他在我这儿自费的患者比较多一点，有保险的相对少一点。我也跟他们聊，发现很多人其实是
不了解加拿大的是的医疗补充险这个政策，或者他的思维可能没转过弯来，想算的账都是这样说，比如我在你这里做针灸，那一次多少钱？那我去买保险，我一个月要交多少钱？最后他可能只给我几百块钱的额度，那我这么一算，我不划算，我花几千块钱一年，最后只能有几百块钱的额度，那我干嘛不直接把这几千块钱直接在你这里这个自费来做治疗就好了？是的，这是一个普遍大家可能有一些理解误区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是就 yes or no 也不是。为什么？我觉得首先一点需要看这个所谓的客人或者客户，您的客人是不是想要保证他之前享受过的同样标准的服务，包括频次，包括不同种类的治疗的方式。那保险是给他提供一个保证服务质量和频次，但同时会降低他的消费的整体的花费的一种很好的工具。你有这个 budget， 你有整个的预算，比如一年我要花5000块钱，我通过这个保险，我肯定在5000块里省了多少？您说的那概念，比如说我可能算成了，我就想要省钱去享受这个按摩，我觉得这个是超出了这个事情本身计划的本源，是因为咱们本身想要享受到这种健康的保健的服务，对，是第一的，这比较重要。对，其次可能对于这边的保障体系不同的险种的给的这支保障可能不太熟悉，这可能就需要包括您对您的客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引导，或者告诉他们，如果说有这种专业的保险公司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定制的这些保单的服务，给你精确的计算出有多少的折扣，保证同样质量的针灸，这都是可以定制的，不是说固定的，不是固定的，它是不同的每个月的 premium。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家庭选一个人，或者选的整个家庭的几个人做那种 package， 都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对，这就涉及到我这病人不断的有问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解答不了。明白？就是比如有的病人他是两个人是同一个公司，职位也差不多，工作年限也差不多，都来我这治疗。结果一个人给报销了，另一个人没报。他问我为什么，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而且好多人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跟保险公司有关系？但其实我自己的观念也好，实际上也是，就是我这个诊所的负责人，我就只管我这个诊，病人给我交钱，我来治病。对，其实保险公司你能报不能报，跟我没有保险跟您给提供的这个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你问我保险的事，那么多保险公司，我也确实没办法一家一家去聊。是的，是我在这儿想加一个，也帮段医生澄清一下，他那两个人，一个人能报，一个人不报，有可能他们的级别不一样，给的 coverage 不一样。但是其实说实话，对于家庭的，不用这种太费保费的方式，两个人都是叫主申请人，或者两个人都续付保费。其实正常的家庭，比如说像咱们新移民，一般来讲可能一个人工作是常态，另一个人可能就是在家里小朋友上学照顾家里边。其实一个人有这个 group benefit， 他就可以申请延伸到家庭里边每一个人都有额度。比如说我身上一年有1000额度，我爱人有1000额度，小朋友有1000额度，这个额度之间是可以穿用的。我相信任何不光是我们Sun Life，任何保险公司它会有 call alternate 这种合作额度的这种选项，你只要画一个条就可以，没有那么复杂。那个就是我这儿也有一个，他是一个小企业主，他开宠物医院的，他有很多员工，所以他自己身体有问题，他一直在我这治，他就给他的员工就买了最高的保险。他对很负责任，而且他把因为在我这儿，所以就用中医的针灸，他把针灸额度调到最高，其他的他就跟保险公司说别的我不用，你就把这个针灸给调到最高，所以他员工来我这儿很多。这个有可能能实现，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所谓保险的额度，就像您这比较专业的诊所里边提供的针灸、理疗、骨科，甚至跟咱们整骨相关的这些器材，其实它统用一个额度，都在一个你的package 里边，你只要选择这个方向里边的这个服务，你可以串用到你的针灸理疗，你可以串用到骨科治疗，串用到器材，你本身总的额度跟您的家人可以互相共享。比如说您的1000块钱用完了，用在任何哪个项目里边不够了，如果他不用，可以用到你的里边。所以这个总相当于是您去买了就考虑总的家庭的承保的所谓保证金额就行了。一年你家庭需要几个人，算账，对，这个账很好算，我可以帮你算，而且从目前比较快捷的这个工具来讲，咱们可以做线上的快速申请，简单把几个信息填进去，就可以给你核算出保费来，比较方便。
我都有这个疑惑。你比如说，我们去墨西哥玩，去这种欧洲去旅游，原来我就是用信用卡附带的旅游险，但是后来我发现，比如我们去欧洲，我们玩的时间比较长，就20多天，好像就超过他的信用卡时间了。后来我老婆就说，那就干脆再买一个单独的旅游保险了，结果发现还挺麻烦，你时间短也不行，时间长超过了那部分又怎么又不能退？是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叫 travel accident， 其实大类是这个险种。正常来讲，它就包含在跟咱们医疗保健、理疗、针灸相关这个大类里边，包含了理疗，包含牙科、眼科和 travel。如果这样一块购买，打比方，按照我的年龄40到50之间，我想 coverage， 比如说100万加币，可能我在整个的购买的情况下，只花了几块钱就能拿到这个 coverage。但如果你单独买，尤其是像比如说您临时选这种信用卡的 coverage， 对，它会受到时间的限制。是更重要的一个小知识点，就像刚才怀孕那个是一样的，有些叫 pre status， 你在旅游前半年有的跟你未来出现任何可能赔付相关的病症，都是在排外的过程中，在排外的范围内不给报销的。所以你看，你买了一个信用卡的额外的保障，你有了，但其实到实际的你承保的时候不一定会有。但是这种就会在个人购买这种打包的服务里边会解决，因为它会做很好你的综合。等于我这样打包了之后，我再去旅游什么就不用考虑这么复杂的问题了。对，在1年的范围之内，你所有的 extending 都包含了。我觉得这个名儿非常好 ，extending 你保障了你所有的跟 medical 和你的保健相关的所有服务。你把账算好，我1年需要多少钱，我用这个保险，我保证了多少这些服务，我少花了多少钱，这个理念是对，千万不能用保险去解决我想要赚更多钱的问题，这个不是保险的作用，对，这个不能这么做。对，我老王也讲过，他那保险都是庞氏骗局。我觉得针对不同的人，他需求不一样。你可能像王教主，他这个财富自由不用考虑这个保险问题，他确实是他有足够钱，他去做投资就完了。那对我来说，我就真的很需要这份保险，因为你像我们家，虽然我太太也工作，但是收入没那么高。我的收入呢，你这收入不高，别人接不下来。我的收入还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我一直担心说，比如说万一有什么意外，我自己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就没有赚钱的能力，那这个家庭经济的规划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一来我就先要买人寿保险，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也买了很多，真的是我不像王教主那样，你比如我有这个钱，我也没办法去做投资，说让跑赢通胀。我去炒股，每次炒都赔的，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么安心的能做好投资的。是的，像王教主这种比较专业级别的选手，我不擅长投资，我又家里又很需要我这个收入，所以我就最担心的，比如孩子还没成年之前啊，或者说至少20年之内，我退休之前发生意外，我这个家庭收入出现这种大的变动。是的，所以我有这份人寿保险，我心里是很踏实的，真的买我一个安心。对。我觉得今天我拿出一部分不会影响我日常生活的这个钱，就可以让我这20年我不会担心太多的意外。是的，而且其实通过组合，我也不是说都买了那种投资类的那种人寿分红的保险，我也买了那种 term 的临时的，相当于消费险。term 这边占有率最高的。对，所以我组合一下，我其实负担，我觉得是不会影响我日常生活的规划，但是我就真的是放心很多。对，这是保险最大的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从未来想要 coverage 的这个额度回算，你需要多少这个每月的保费去保障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其实想不到那么多，我就是看被新闻吓的，你这国内多少30多岁就突然猝死，包括最近的大网红，教育界的张雪峰也是嘛。对，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次直播，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虽然有很多征兆，但是你也不知道真的是哪天意外就来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国内这真的是很多对生老病死的，它是概念，它是屏蔽掉的。是的，他不认为自己会死，不认为自己会生病，不认为自己会老。但我学医的，我就见到太多生老病死，是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都很多，你到临终的时候，你没有太多办法，你再有钱，你再有权位，你到那个时候，众生平等的。对。那我觉得都需要面对最后的这一个阶段，所以说需要有正常的心态，知道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方式，起码获得心里边的比较好的保障，让心里边这边叫 peace of mind， 就是你没有什么需要担心，你先把这事解决了，就是这样。
无数次设想，万一像张雪峰那样，万一有个意外，那我起码我的家人可以负的责任起码平稳的生活。我认为就像您说的 ，term 是这边主要的保险险种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尤其是西人考虑的比较多的，不是像咱们中国人给小朋友买房子，是如果一旦甚至他自己，比如有生意做个 plumber， 就是水管工，他如果出现意外了，家里怎么办？那我其实就选择一个 term， 甚至一个月可能就几十块钱，我保证了50万以上的这样的额度。那其实肯定是这种情况不出现是最好，但如果一旦出现了，他尽到了家里的责任。对，就像我们新移民很多来。一听保险经纪，一听这个都是很害怕，说这个坑蒙拐骗太多。你像我那都被这么熟，我觉得我对保险还挺了解，太不应该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碰到靠谱的，这真的是要解决好多问题。你说50万，我觉得50万根本就不够用，但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对，我觉得我按我的收入，比如我如果出现意外，那我的孩子家人怎么过这个接下来的20-30年？对，那我要考虑，那我算出一个数来。成本我能承担，那我就买了。对，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是。至于你很好算的，比如说这边比较长的，甚至说加上理财规划和保险的这种模型，就是根据你不同阶段的每个月的花费加总，你需要多少去对应。对啊，比如你退休之后，你的消费降低了，一个月可能2000到3000，或者你需要更多的理疗，需要4000到5000，你需要多少年再回算回来？对啊，其实对于家庭整个的负担，小孩的教育，未来甚至跟整个家庭需要的每个月需要支配的收入相关有多少钱？我最后我要算，我退休了，我不工作了，是的，我也可以通过人寿保险它的回报，我可以得到一些免税的这种分红，那我就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变。这一点可能跟国内的理念有一些叫相同和不同。我觉得国内整个保险行业会被分红险再加上销售方式会误导。因为大家可能过于激进的想要去卖保险，而不是解决你的保障问题。是，但这边其实整个的社会体系，它的保障还是很健全的。对，除去保险之外，其实主要退休以后的主要来源是年金 pension。因为无论这边的单位还是这些 self， 就像您自雇的这些老板雇主，他都会考虑到那个不够用，因为对很少。你要按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那我觉得那个钱根本就没用的，那我肯定是要自己再想办法。对，一个月1000多块钱差不多，按照温哥华这个水平，我觉得很难。你去东南亚很难，你在温哥华没办法维持生活水平，我是需要补充。对，而且刚才说到这个 group benefit， 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在于，有的时候需要换工作，或者说这个企业它暂时有任何原因停止这个 benefit 了。如果你没有自己的 personal purchase， 这些所谓的 life， 所谓的这些保障，全部都会消失掉。这是需要你说我真的是遇到过，我这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香港来的一个老阿姨，今年已经70多快80，她在这边长期工作的。她年轻的时候是自己开公司做生意，这很有意识。他们香港人好像买保险是习惯，她就一直买，结果出现一个问题的是，她退休，她65把公司关了之后不工作了。结果她保险还在，但是报的额度一下就少很多。会是的，这种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说的，你需要结合个人购买的保险做一个补充，无论是从险种上去做补充，你可以去权衡哪边的价格高，或者说哪边的保障更健全，去做一个结合。有很多，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会认为，我现在在工作有这个 group benefit， 我万无一失，家庭全保障了。但我一直就疑惑这个，但你知道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确定的。对，为什么好多人他说自己还买了一份？我原来不懂，的确是需要这样，所以你的保障会稳定。第二种，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知识点，对于这儿所有工作的有这种集团提供 group benefit 的这些客人，或者说咱们的观众，在3个月之内，一般是3个月，有的是31天，有的是3个月，这个不同的 policy 它会有不同的标注。在这个时间之内，你可以把 group benefit 的其中一部分转成个人的，它会做一个重新的流程，但是好处就是不需要做体检，因为 group benefit 不用做体检，全部享受的这个流程还是跟 group 一样的，保费会提高。那我这很多病人就是这样，他原来需要转，对，比如原来他是在一个 IT 大厂里面工作，他们跳槽很多的，然后而且现在被裁很多。对，我之前有病人，他之前在一个大厂一直找我治疗，突然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又过了好几个月，他说我换了一个工作，所以等生效。这段时间是比较尴尬，的确是这样的。还是那个理念，如果你想保证你的生活有这些健康服务，
稳定应该是有这些提前的考虑的。等于我刚才说那种情况，他如果自己有买个人的一个补充的，对，他3个月你可以原来的也转，但是在转的过程中，你就可以享受到你个人购买保险的延续的服务了。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想转它不能转的这种情况也很难受，你知道吗？我听说过这种。对，你如果换工作不成，或者说本来那个企业出现问题了，给你的 group benefit 它停止了，他不给你做他的 contribution， 你一块交的年金，所有这些保障，其实你想续他也不能续，这就是风险，这是潜在的风险。但是当然了，可能像那种 CPP 年金类的省，就是 provincial， 它有 federal， 它有相应的法律，它没有强制执行的这种能力，但是它会呼吁企业必须得强制执行，即便企业可能破产了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我老婆他们单位就管这个事儿。很核心的部门，所以但这种情况出现了，真的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损失。你以为你高枕无忧了，你以为你万无一失了，对家庭保障都健全了，但真的有这种因为保障那种很小可能出现的概率，是出现可能对大家就是损失。但是还是那个理念，如果说你把它提前考虑到了 ，peace of mind 宾馆。我还得问你好多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补充医疗险附带的旅游险，你说可以打包买，对。那像最简单的就是我这个家里老人，他从中国过来，他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吗？旅游险只能去保障在你旅游的过程中出现的你保障的这些险种以外，甚至说跟疾病相关出现的治疗，甚至说直升飞机的运输，甚至说你的行李丢了，它也会有一定的覆盖，但是不包含老人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单独额外的险种。明白了。对，那你说直升飞机运输是？对，我原来直播说过那个，就是联合国的议员他们去，如果出现内蒙出现意外，但是有个 limitation， 在多少范围之内，它按照你在不同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费用，比如到美国是最高的，它可能一次是3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多少里程的这个限制，你也是根据你不同的选择不同的 coverage 的标准，会算不同的保费，这是一个道理。可能你交，比如你多交10块钱，你享受的就是一个很豪华级别。是因为我们做过急诊，我知道有的情况真的是争分夺秒，你差一点点时间，是生命疗愈就完全不一样。对，你像我这有病人就问过这个，他是那种登山爱好者，那温哥华那个山有的，我听他们爬都是说从凌晨开始爬，就是头一天不睡觉了，11点就上山爬到看日出。看完日出，再往下爬，一天一夜下来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爱好，但是危险也很大。对，你那个山，你肯定普通的急救车是到不了的，肯定得直升机。因为他就这个几次，他就在山里面就迷路了，因为晚上爬找不着路了。对，说那搜救队找半天都没找着。恰巧我觉得对于叫危险运动的涉及到这种运动的群体来说，这个 travel 还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赔付的险种。因为其他的险种不得不说，可能这些危险运动的探险者他是有一些例外在保险条款里边的。是，这是这边的传统。我原来做极限运动会医疗支持，他们就说买不了保险。不叫买不了保险，怎么讲？除非出现他这些危险运动之外的想要保的东西，他在跟海员一样，对 exclusion 之外的保，我不能说完全不能保，但有的时候这些保费比较高。因为我们去给他们做医疗支持，真的每次比赛都有人摔得很重来找我们治，我们就治得好嘛，他就说怎么收费在哪儿？他们说来，他说没问题，我们都自费治。我说你们不是都有保险？他说大赛的保险就是很少，而且他们好多保险买不了。但是其实也可以帮他去定制选到他可以买的险种，这就根据个体情况不同的险种，比如说 extending 里边肯定是没有太多限制的，对于可能 accident 像这种 life 就是金额比较大的，肯定是有这种排外的。对，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例去分析。你刚才说去美国也行，可以。那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病，加拿大这边我要等很长时间，然后我去行吗？或者说我回中国旅游，或者是回中国探险，出现什么情况，中国的医疗费用它是能报。我知道的是，我有一个病人，他回上海的时候突发疾病，做了一个小手术，之后他因为是急诊，所以这边回来以后，他给 MSP 发收据收费，最后把这个上海费用、手术急诊的费用都给他报了。明白？他没有别的补充保险，但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不符合 MSP 的情况，你这个扩展医疗险能报吗？说实话，我的确是没有这种成熟的经验，关于这种类似的案例。我相信如果有具体的案例，咱们可以做分析的话，我可以得到最直接的答案。但是从我的理解来看，只要你不是说故意的，因为要去治这个病去旅游，
在正常的旅游范围之内出现这些病症，都是在 coverage 范围的。等于是急诊是一般都没问题的。对，但你如果说我为了看病去旅游医疗那种就不行，我去做个医美什么的那种。这边我觉得我理解是各个险种它都会有一个 intention， 甚至说举个例子，企业主有那种想要去。比如说外边有企业的贷款，他就为了让保险做 coverage， 他只有在整个的跟 advisor 这个记录的过程中，只有这一个目的，是最后是不能保证你 protection 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理念是在于你用到什么样的正常的理由去做这个保险，而不是说还是那个理念不能用它。对。啊，所以昨天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在这边查出有一些问题，就要做核磁，那核磁呢要排9个月，他就正好去回台湾探亲，在台湾就做了，费用比较便宜，也比较便宜。这种可能就不在那个范围之内，为什么？因为他在这边检查记录都是共享的，即便他去承保了，他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pre-claim 这个过程，如果你之前有这个记录，你因为这个记录故意的想要去做治疗，保了这个险种，这两个不在一个，就是不能钻空子。对，你像我是听说以前列治文、本达比有这种新闻爆出来，有的这种中医诊所、RMT 的诊所有一些很不规范，甚至我觉得有点违法嫌疑的这种行为。我听说的是，这个比如你这个人有保险额度，扩展阴炎有多少钱，他就直接不给你治疗，直接把钱打给你。就等于是骗保了嘛？我觉得这就太恶劣了。我觉得这边犯法，我觉得很严重的，这种是绝对不要做。还有什么你乱开一些名目啊，这个都是不合规的。我觉得有的病人也问过我，比如说我保险针灸只能报85%，能不能全开？那我就是很明确说，我就也如果还是比较讲理的，我就跟他讲道理。你看，我如果全开，我虚开的收入，那我要交税，你成本都在我身上。为了给你省，不能账往别人身上算。我担很大的风险，我因为你给你开一个虚假的收据，然后最后我的牌照没了，我的生意没了，我找谁说理去？我不可能冒这种风险的。这是一个角度，您不会冒这个风险，因为影响到不光是您的生意，还有这些个人，他的保险记录也会有影响，商户也会影响。对，这个我也知道。我们原来关大夫他有一个病人，他去找关大夫治疗的时候，让开的收据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一个亲戚的名字，等于两个人不在保险这个范围，对，不在家庭的保险范围之内。他就拿这个去报销之后呢，他又跟关医生起纠纷，这个事情就闹到法庭上去了。闹到法庭之后，那个法官一看，你不叫这个名字呀，那你就是作假，结果发现有证据，直接就判他是败诉了嘛。对，这边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叫诚信社会，或者叫你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去想，但是这个必须得是事实。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我听说那种刚才我们说那种合谋骗保的这种，他不光是说给你开收据的治疗师、医师他要受罚，是的，你拿这个保险你去骗这个保险费的人，可能至少你以后那个保险公司他知道这个事情，他都不会给你再。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商户可以排外的。我的确不知情，我不是配合你，我都真的是不知情。你登记的时候你写什么，我也不可能查你身份证。对个人损失更大。是。第二个角度就是说，保险公司他会把这些，尤其是 extending 这里边的这些理疗、牙医、眼科这些所谓的 store 这些商户做一个区分，优质商户和黑户。我听说本达比那边就有罚到破产的，对，本达比好像有2-3家保险公司罚到破产，是，而且延伸的很多，不光是你当时的金额问题，犯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对，你做了一次假，那你合理的这种怀疑，就可能你都是在作假。对，这不还是那个道理吗？你想用保险去赚更多的钱，其实它不是这个作用。我觉得咱们这个 Meridian 就是您的这个诊所，的确是Sun Life的优质商户，长期的，无论是数据的共享，还是整个 claim 流程的审核，已经我就做的比较规范，对，无数次被Sun Life是所有保险公司里边审核最严的，不能说。所有的每次的上线的金额、报销的比例、人名、收据、时间，甚至有的都会踩点儿。对。Sun Life基本上我每年他都会跟我核实一些信息，是的。我也劝同行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蝇头小利去作假，担这个风险真的是没必要。大家在加拿大这里好好的工作，正规的、规范的去做，你这个行业生活就很简单，你不要弄得太复杂了。对，但要保证身心健康的质量，真的是这样。利用各种工具，所以我觉得保险在很多方面对大家提供的的确是一种辅助的支撑，去做到无论你费用的减免还是更多的保障。
就像我们也共享一个我们国内的名人，他给的保险公司做的一个广告，给人寿做的广告很早，1930几年，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我背不下来。胡适对为保险做的广告，最著名的是他在1933年的4月9号，应中国人寿保险协会进社之请，在上海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4期上发表的一则人寿保险公益的广告题词。它的题词是：人寿保险还有2种人生常识，第一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做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做疾病时的准备。第二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微细的金钱只需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名人的确是名人，这用的词儿都不一样。胡适这水平真的是高，对，我就真的挺崇拜胡适的。因为我看这个历史，我觉得胡适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很有智慧。另外说起来，可能保险的叫作用嘛，除去这些医疗保健的这些组件之外，更多的就是投资这个方向。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保险是不是骗局，或者说大家通常的这些辩论的主题，我可以有几个例子，就是首先在北美地区，从投资的 performance 来讲，保险公司这些所谓的后边的投资团队，他做的产品全是跑在第一梯队的。像 Sun Life 的专门的投资公司，它管理的资产是1.54万亿，是北美的头部投行企业。你想那么多保费交的保险公司，如果他投资做的不好，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就是我在加拿大买了这个人寿保险这几年，我每年看这个对账单，他投资收益比我自己去买基金投资的要高多少？专业的团队，更多的产品，还有一些叫费用的减免，他们就相当于一个投资工厂，它有很庞大的网络，可以找到不同的投行去合作好的产品，这是他们的优势。我觉得对我这种小资金量的人，我去找投资公司肯定不如直接给保险公司了。对，他会帮你去打理，你选不同的合适的产品。这个是我是切身受益了。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给我买人寿保险。您的理念，您母亲理念非常超前。她不是理念，她就是当时做生意钱多没地儿放。那还是从保障的角度。对，当时她跟一起合伙的一个合伙人给她的女儿买了很多的保险。我妈挣的没那么多，就给我买了很少的。做生意应该可以，但是也是受益。我上大学的学费很多，我这份而且90几年买保险，那国内其实保险才流行。对，收益还是挺高的。我妈的这个合伙人，他女儿去美国留学，这个钱就是保险的收益，都没有多出钱。哇，我觉得当时买少了。对，因为保险公司它必须得保证赚钱，他如果保证不赚钱，那真是像这个大卫讲的，就是庞氏骗局了。他不赚钱，他怎么去保障？对，尤其是这边他的股东背景全是 public。对，我觉得像老王说那，如果保险公司都不能信，那就真的没有什么能信的了。你要保险公司要倒闭，那我早就破产了。是，只不过是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去投资，是你立场和角度不一样。对，可能有的人的确有足够的资金和足够的专业，他把自己投资这个组件做得很好。自己我觉得你钱够多，你就可以试错。我没那么多钱，我只能选一样了。钱多就不一定只做投资了，你需要分散，要不然可能你风险更大。房地产的各方面不光是炒股票，对，这可能就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先简单讲这么多，感谢邵安来做客，感谢段医生。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给邵安直接发邮件。以后也可以看他自己的频道，他会在我的劝说之下开了一个有关频道，我觉得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激励。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种我们聊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再邀请邵安再过来带大家就聊一聊。我觉得更好的是通过咱们自己的学习和消化之后，自己的实践之后，能真的用自己的这个感受给大家提供真切的意见，能帮到大家。咱们可能不会在这边做那种主动的推销保险，可能会根据你的需求帮你去推荐一些好的组合方案。那其实不是说您需要选择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愿意用自己的真心去帮到你选到更合适的这种保障。你这一说，我就又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但是你一说这个，我为什么那时候着急买保险就找了那个人买了？因为在他之前我找了另一个保险经纪，那个保险经纪直接你一接触，你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那你就只能找一个相对还靠谱点的，结果没想到也踩坑了。那个到什么程度呢？我本来只是咨询一下，我说我今天有时间，你能不能到我这个诊所，我们聊一聊，我把我的需求，保险的需求说一下，你看看适合什么，你帮我定个方案。
本来很正常，我也做好准备，结果你比如约了这个，我们当时约的是中午，等了1个小时，他给我突然打电话，他说爽约没爽约，他说不好意思，我有事，我迟到一下，因为我约病人，我中午休息之外，我后面约了病人的，我说哎呀，那我只有一个赶一个，对，我说我只有15分钟了。我发现这边有的人真的是没有时间观念，你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也是时间呀，在这边时间观念很重要。对，我真的是安排不过来了。我说那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我这就15分钟以后我有病人。他说没事，15分钟够了。就来了之后，我万万没想到他直接就打印好那保险单了。他说你就签个字就行了。那我说你都没了解我需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你就怎么单子都打出来了？我说那算了，我先不买了。这个真的是很吓人。我说什么情况？我要买多少钱的？我准备买哪种？你都问都没问，你这个不应该发生。对，的确是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确是不应该发生。这太夸张了。所以我一想，我那可能你工作时间长点，这个还稍微靠点谱吧。我没想到也他妈踩坑了，真的不应该发生。但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的教育，我们需要一点点开始懂保险对自己的作用跟价值。你不需要懂那么多，但是你知道怎么去分辨。另外一个还是简单道理，这边是诚信社会，你任何的你可能做的不诚信的东西都会被大家流传，那可能你的生意会影响，你的收入会影响，甚至你的记录会影响。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需要采纳的就是简单的思维，诚信为主。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让对应跟你做交易的人知情，这样可能是对大家比较公平。是对保险不会这么去销售的。需要让你完全的知情 disclosure。这个反正我经历这俩之后，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失望了，真的是有害群之马。大家如果是新移民也好，或者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你有这保险需求，你碰上这种人，你一定得躲远点，找这种靠谱的才行。是你现在好多信息是公开的，我现在想过来，我反过来了，我真的是。其实也没不是，我这么多年都蒙在鼓里。我要当时去查一查基础条款，我知道这个。我等了老婆生完孩子，我等几个月我再去买，不就完了吗？避开所谓的exclusion这个期间嘛。对，正常人家可能所有的规定都是不能给承保的，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去给做一个自己不好的记录？这个真的对于客户是损失。所以您还是大度，您不愿意去投诉，不愿意去法律诉。碰到这种太 push 的这种销售，真的是大家多个心眼儿。反正我在我诊所，我也从来不 push 病人，你愿意治，你觉得治得好，你继续治就完了。平常心，你不愿意治，你去另请高明。是我绝对不强求，真的是不能勉强。反正我在银行在这比较少的短的经验4年，无论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是说你自己做保险做自己的 business， 只要你能保证诚信，其实你的生意肯定是有的。你不要采取任何的加速的措施，想要 push， 反而会起到反的作用。的确是像你说的，找到负责任的、好的对你负责任的客户经理，无论是在银行、在保险、在所有的服务领域，对客户总是好的。需要有这双慧眼。是，我觉得也是王教授说的，咱们要支持华裔在本地的精英、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士，但是那种不专业的，我们要严厉打击。所以我就把这个邵万邀请过来我们做节目，感谢您，邵万也拿兴趣教育。我觉得只要是想冲着这边家庭稳定的幸福去努力，让自己变得知识更好，去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咱们新移民的客户群体，有很多不懂的税务、财务，又碰不到好的客户经理，这些我觉得还好，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实我最开始有投资的牌照，才有保险的牌照。那持牌之后，像你也知道，在叫理疗这个行业，这个牌照如果出现任何的污点，你以后在这个行业就没法混了。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诚信社会，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用你的真心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是这边生活的本源。也希望大家在段医生的中医理念、拿新心态的引导下，能快乐的生活。好，感谢肖恩，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